托你帮忙办工作的事儿，你可千万别和亚妮爸说。我听关涛说了，干这种事儿是违反国家规定的。哎呀，你别吓唬我，哪那么多规定啊？姐夫，哎，来啦！终于来了。哎，你们这小屋捯饬不错呀。又花钱。上次雅妮和青志过来也买了不少东西，够用了。没事儿，我刚拿的提成嘛，而且说这是新款的电饭煲，可以预约煮饭，特别好用。不是要随个礼吗？新月啊，你这个提成拿多少呀？哎，姐夫，你这就是跟我啊，要是在外边可千万不敢跟人家问这种话，包括别人挣多少钱，可不礼貌了。哦，是吗？那我们还真不知道这个。没事儿。哎，姐，你最近在方圆律所咋样啊？我听说好像他们那边现在一直都是负债经营，要一直这么下去，可能坚持不了多久了。你得早做打算。上回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在关涛那儿干的挺好的。再说了，越是在人家难的时候，越不能撤梯子呀。但就连小狗饿了，还得出去找食儿呢。我这不是好心提个醒吗？我又不是小狗，我能是那意思吗？不是，姐，你这穿的啥呀？好看吗？职业装。好看是好看，咱得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？你这大晚上在家里边穿啥职业装啊？我就是想当职业女性。行，职业女性。你好，我来做法律咨询，我有预约。哦，您是姓沙，沙女士？对对对。哦，约的关涛律师。对，好，来，这边请。关律师，这是提前预约的那个沙女士。哦，你好，沙女士，你好。关律师，你好。来，请进，请进。好。那个幸福，嗯，你过来，先招呼一下。啊，来，您坐。这是我的材料，你看一下。哦。你也坐着。嗯。沙女士啊，你放心啊，这位呢算得上是我的实习生。关于您的隐私问题，您不必担心。好。哎，他怎么又进去旁听了？可不吗？关键只旁听还好，上回我接待一位当事人，他还发表意见。发表意见？他发表什么意见？别提了，比当事人都激动。不过也别说啊，那当事人来的时候啊，寻死觅活的。哎，他进去聊了半个小时，临走的时候俩人跟亲姐妹似的。有点东西啊。您还有什么疑问吗？暂时没有了。关于短信和视频的这些线索，我尽可能的多去搜索一些。行。好，再见。哎，再见。谢谢你，不客气。关涛，你这不行啊！咱们接待当事人，你让幸福坐这儿是算怎么回事啊？更重要的吧，他发表意见比我们还积极。你说，咱们这是律所，又不是说是菜市场。幸福很努力，咱们应该理解一个努力的人嘛。关律师，给你笔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来，你说真要有点什么岔子，他能出什么岔子呀？何况不是还有我们3个人在这盯着吗？万一有什么问题，我们提前阻止就好了呀。哎呦，去忙吧啊！走吧，律所主任都这么说了。
刘总，谢谢啊。张律师，哦，张伟成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坐啊，快请坐。咱们这个律所是不是刚开业不久啊？我们3个人呢，原来都是在大的律所，但是我们觉得，与其备考大树，那不如自己栽树嘛，所以我们3个人就都出来了。哦，啊，这样，我一个朋友呢，他跟关涛关律师关系特别的好。哦，您喝水。哦，谢谢。喝水啊，刘总。但是，咱们这儿的办公条件还是有点简陋啊。哎，对，因为刚开始呢，小了点儿。是。那个幸福啊，我们跟刘总谈点事儿，你先回避一下好吗？你先出去忙吧。哦，去吧。哦。别介意啊，刘总。没事。你们先聊。哎啊。是啊，刘总。啊。幸福。一会儿我让你进去加水，把这个拿进去。我们公司的法律事务之前是和易道合作的，不知道韩律师你们熟不熟悉？哎呀，韩大律师我们也有所耳闻的。是吗？对，关涛就是从他那儿出来的嘛。哦，那韩律师这人怎么样啊？这个就不太方便说了，因为关涛呢也不在背后讨论同行，我们也就不太清楚。这就好，因为我那个朋友啊，说关涛关律师啊人特别好。啊，二位看着这么年轻，打过大的官司吗？刘总，这个可能就是有您不太清楚的地方了。其实，打没打过什么大案子，跟年纪是没有直接关系的。对，这个不瞒您说啊，就是1000多万的案子，我们也都是打过的。那能不能跟我说说这个案子的内容啊？这个恐怕得保密。对，这个是我们有保密协议的。哦，这样啊。那能告诉我是给谁打的这个官司吗？恐怕也不能说。对，我们是签了保密协议，我们要对我们的客户负责任。你看啊，这个案子的内容要保密，给谁打的也要保密。是。好像我没听说过吧这种事儿。是这样，一个律所呢有一个律所的规矩，我们呢就是对我们的委托人更加的负责任。哎，幸福，来给客人加点水。哦，琐事小了点啊，刘总。对，刚开始嘛。哎，那个张律师，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法院判决书啊。判决书？哦，上次你那个案子，判决书下来了，打赢了。那个案子。太累了，这个案子特别的累。王律师啊，上次接了一个1审败诉的案子，费了9牛2虎之力，2审翻案了。这信封不是那个？幸福，你先去忙啊。好。算是挺厉害的啊。还行。这1审败诉了，2审还能翻案？哦，是这样。国家呢设置了2审制度，相当于就是司法救济的一条渠道嘛。我们那个案子呢，1审的时候对面律师有点马虎，落了一个很关键的证据，我们在2审的时候就利用了这一证据，就翻案了。对。那咱们这个案子
那您仔细讲讲。要不我们先了解一下？哦，好，啊，是这样，你看啊，要不好，来看一看。哎，好。哦，这个是。您放心，我们一定竭尽全力。来，刘总。好，您慢走，再见。慢点啊，刘总。好。啥情况？这是我们律所有史以来案值最大的项目。哎，幸福，你可立了大功了。要是没有你，刘总不可能这么顺利拿下来。啥？跟我还有关系呢？没听明白？是这样啊，刘总是关涛的一个朋友介绍过来的。关涛呢觉得希望不大，但是我俩认为只要把刘总拿下，那将是我们律所翻身的最好的机会。所以我们俩单独把刘总约过来了。来了之后你也看到了，他对咱们所其实并不太满意，嫌咱们所小，啊，然后经验少，对吧？不要紧，伟成成了我的一个托，哎，说我办事经验丰富，效率高，再加上你的完美配合，哦对，尤其是你幸福，你看，外表淳朴，表现自然，得体大方，一举打消了刘老板的疑心，成功为方圆律所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干嘛呀？这是？小事吧，就是刘总基本拿下。没那么容易吧？我记得他这个人不好对付的。是不好对付呀，但我们有秘密武器。什么秘密武器啊？你们抓着他把柄了？哎，我们哪能干那事儿啊？我们的秘密武器就是幸福。你过来把材料收拾一下。有事你问幸福。幸福啊，怎么回事啊？他们约了你朋友介绍那个刘总谈案子，然后张律师中间让我递进去一张通知书，就说是把一审的案子给翻过来了。可实际上我递进去的那是咱们上周交通案的判决书，但是那刘总也没看出来，就让他们接了这个案子。关律师，我觉得他们这是在骗人。你觉得咱能这么做吗？关涛，我觉得吧，咱们有点小题大做了，没有什么嘛。对呀，咱们接没接过大案子，翻没翻过案，这对他有什么影响吗？咱们接了他的案子，踏踏实实、认认真真的做好，不就行了？这话说出来，你俩自己信吗？那既然没什么影响，为什么你俩要跟别人撒谎呢？这不是咱们资历浅，怕人家没有信心吗？别人对咱们没有信心，咱们就做出一些让对方有信心的事儿来。这件事情，我要给老刘打电话说清楚。你们俩同不同意？不，关涛，我觉得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咱们先接了这个案子，解了燃眉之急，等咱们有钱了，你再高风亮节，行吗？不行，这不就是骗人吗？咱们能靠骗人赚钱吗？扛不住苦日子就学坏了，有些事儿一次都不能做，一旦做了就会变成习惯。对，是，你说的都对着呢，我们都明白。但是我们也是为了我们律所呀，对吧？刘老板的案子拿下来了，钱进所里了，你的工资也可以涨啊。而且关涛，你这个电话一旦打了，这事就黄了，你觉得划得来吗？咱当初为什么出来开这个律所？是因为之前的工作不好，还是收入不够啊？
不就是因为看不惯他们的做法吗？所以我们出来创业，想做一些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啊。现在为了拿到一个案子不择手段，那我们出来开这律所干什么？关头，你说的都对，可是谁能想到开始的时候这么难，根本就没有人信任咱们。咱们现在连一个正经的案子都没接着，这么下去律所马上黄了。你坚持你那些原则有什么用？我宁可不干，坚持不下去就散伙。还有啊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在签约之前，必须跟老刘把这事说清楚。即便是这个案子不做了，方圆律所绝对不干偷鸡摸狗的事儿。韩主任，刘老板在办公室等您。哦。哟，刘总，你可真忙啊！小郑，你先下去吧。好。哎呀，你怎么又来我这儿啦？我还以为你把这个法务都给了别的律所了呢。西安公司的龚处长给我介绍说，关涛挺不错的。哎，他以前在你这儿干过。哦，关涛，他是前些时候从我这儿走的，跟几个年轻人搞了一个什么小律所。我呢，这个人喜欢尝试一些新的事物，想给年轻人一些机会，所以呢，就到他的律所转了转。哎，但是也没听说他有什么辉煌的业绩呀。这个事儿啊，我倒是知道。年轻人创业嘛，总要走出第一步。啊，不是，既然你们那么惺惺相惜的，你这跑我这儿来干嘛呀？跟你说实话啊，我去他们律所之前啊，其实抱了很大的希望。也想通过这个案子呢，跟他们建立一种长期的合作关系。哎，刘总，这个咱们做人要厚道啊。而你这合同都签完了，再跑我这儿来，干嘛成心气我？是不是？我要是跟他们签了合同了，我到你这儿来干嘛呀？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想啊，这个案子呢，还是交给你来做吧。听你这话茬，你跟方圆还有点故事啊。原本我以为啊，这年轻人啊应该是直率、真诚，可你猜怎么着啊？他们几个呀，竟敢合起伙来骗我。骗你？这我得好好听你讲讲。你个老狐狸，他们骗你，他们都说什么了？让我也学习学习。哈哈。就是无中生有呗，跟我说接了大案子，我问是什么性质的案子，又说不出来哦，还说在一审败诉以后啊，又把他给翻过来了。你说啊，这年轻人呢，资历浅，没经验都可以理解，但是总想着投机取巧、无中生有，这毛病多了以后就不好办了。再说了，我去他们那儿，也没有说要看重他们的业绩呀。所以啊，我想了想，这个案子啊，交给你得了。你办事的能力，我还不知道。要不说你是老狐狸呢。行，算你有眼光啊。那这样吧，这事儿呢，还是交给小何吧。你们公司的情况他也了解，啊。行，来吃。关律师，你这是干啥呀？你为啥请我吃饭？你猜？是不是咱律所干不下去了？你这请我吃散伙饭呀？你能不能想点好事啊？不，我不是怕我这个月工资拿不着了，我还得出去再找工作。哎呀，你说啊，你这辛辛苦苦就赚那么点钱。那怎么对一件事情的对错就那么较真儿呢？我婆婆也这么说我的。
爱较真儿，还认死理。但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呀，咱干什么事儿都得讲个道理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今天请你吃饭啊，就是想谢谢你。谢我什么呀？我总在想啊，如果不是因为你盯着我，问我，等我回答，或者是说这个案子是我私下知道的，我会不会选择默许？毕竟这个案子能给律所带来一大笔钱呢，这也是律所需要的。你就是为这事儿谢我呀？那你会默许吗？不知道。那你觉得我会吗？不会。我觉得你们自个儿创业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但是你做事儿依然是诚实，说一不二，又勤奋又努力，特别让人信赖，还有安全感。我觉得你不会做这样的事儿。幸福啊，你比我强，是个了不起的人。你别拿我开玩笑了，我要是了不起，那别人不得上天当神仙去了？赶紧吃吧。哎喂，星宇啊，有事吗？师兄，刘老板是不是去你们律所了？哦，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他今天过来医道这边了，而且现在已经签下来了。我想了一下，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说一声。今天刘老板过来的时候，说了一些对你们律所很不好的评价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得提醒一下，得罪了客户总不好吧？嗯，我知道，谢谢你。我跟你姐在一块吃饭呢，你要跟她说两句吗？啊，不用了，师兄，我现在这边不太方便，等我们见面的时候再说。哦，行，再见。好，拜拜。幸运说，刘老板那个案子丢了，而且是他们所接手了。啊？为什么？不知道，说是刘老板对会面不满意。我怎么没看出来呀？那刘老板走的时候还挺高兴的，还说回去拿个文件什么的，还挺隆重。哎，算了吧，反正过去了，不想了，吃饭。哎，这汤不错啊。啊。哎，你怎么还睡呢？不是晚上还要上夜班吗？你们才回来啊？我给你发信息说了呀，我晚点回来。关涛请我吃个饭，吃完又回公司处理了些文件。请你吃饭？啊？为什么呀？就是说了点事儿。你还没吃呢是吧？我去给你煮个面吧。赶紧起来！哎，关涛他为什么请你吃饭啊？就是一个案子的事儿，有一个老板想请公司给他们做代理，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这事儿就黄了。事儿黄了请你吃饭，还有病啊！具体也跟你说不清楚，反正关涛就说了，我提醒了他，没有做错事儿。一个扫地的、打扫卫生的，你能提醒他什么呀？他还请你吃饭。你这人，而且我打扫卫生我怎么了？我不光打扫卫生，我还做了好多活呢。公司那3个年轻律师也没有助理，好多活都是我帮着他们干的。你可真别小瞧你媳妇儿，我现在在律所可重要着呢，说不定哪天我就当前台了，我吓死你！嚯，你把自己说的那么能，你把你自己看那么重要，人家未必那么想吧？别人怎么想我管不着，我想好好干就是了。我还琢磨着，什么时候回村问问乡亲们，谁家想打官司的，都给他们介绍到所里去。
你还能的给他们找案子，他们能给你多发钱不？这事你不能这么想呀。那公司要是倒闭了，我还没处挣钱了呢。反正我还是觉得他请你吃饭挺怪的。那下回把你叫上一起，这事就不怪了吧？咱们这个月房租18000，水电加在一起4200，办公方面的开销5600，就按5700。幸福的1500块工资，多少钱？29400，咱们这个月只接了几个小案子，能挣到2万就已经谢天谢地了。得，又是入不敷出的一个月。万事开头难。哦，对，那个刘总上回来了之后就没再来过，给他打电话他也支支吾吾的，不会真有什么变化吧？刘总的案子已经交给一刀去做了，我们还要再想办法找新的案源。原来怎么没觉得找案源这么难啊？进。关律师。哟，你好。大姐，这是我们关律师。我家那个土地的案子也是关律师帮着打的。关律师你好。我叫关涛。来，请坐。好。哎，您坐这儿。哎，清波，倒杯水。啊。我不渴，你别去了，你留在这儿吧。那我坐。您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？你真是万家庄的啊！那你现在可真的一点都看不出来。我这就是换身衣裳。哎，也来没多久，就在这儿上班。大姐，您有什么事儿，您可以具体跟我们说说。这是咱们关律师。我们石桥村不是，就是一说起这事儿，我就有点控制不住。您别着急，这都不是外人。你相信我，你就说。我们那儿不是种苹果吗？前几年苹果卖的挺好的，就来了一个公司，说要跟我们签包销的合同，1斤1块5，他们全都要。心想着，虽然比我们自己拿到市场上卖的便宜吧，但是这不是挺省心的，还保险吗？所以我们那儿家家户户都把农田改成果园种苹果了。现在树长大了，苹果也丰收了，每家每户都堆得满满的。前段时间他们又跟我们说，现在苹果不好卖了，又把价给我们降到了1斤1块2。那我们就想着这么多苹果我们自己也卖不了啊，就答应了。可是没想到他们就不来了，我们急得我们去找他们才告诉我们说现在苹果滞销了，他们不干了。我们没办法，我们又回头去找那些以前收苹果的老客户，人家哪儿打我们的谱啊？人家苹果早都收完了。你这不是坑人吗？这1年的收成，我们都眼睁睁的看着全都烂在家里了。他们这是说话不算数。大姐，你们当初签合同了没有？签了呀，怎么没签？可是人家现在不认了。你说我们日子怎么过得就这么不容易？是，您说的我都特别懂。到这儿咱们有关律师，就有人替咱们做主了。我都急死了，1年的收成就那么看着烂在家里了。我孩子都没断奶，我这一着急，我奶也没了。那孩子他没奶喝，他就天天在家哭，我看着太心疼了。别哭了，大姐。怎么还哭上了？
是啊，这怎么俩都哭上了？这你就不懂。幸福这叫战术，拉近和委托人之间的距离。哦，战术。那到时候你也给我战术一个，我看看。跟你在这输着哭会儿，我心里都好受了。其实当时我们全家人都不同意跟那个公司签合同，是我说的。我总觉得跟这么大的公司签订供销合同，肯定能挺靠谱的，所以才签的。现在出这些事儿，家里面人都挺埋怨我的，我哭都没地方哭。你说这事儿还有办法吗？有呀，有办法呀。你来这儿，这不就是办法吗？你就说找他们这些律师是吗？对呀。可是我什么都不懂。哎，就是因为咱什么都不懂，所以才有律师帮咱们打官司嘛。大姐，你要是信我，你就信关律师，他一定会帮咱们的。行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就信你。可是我没什么钱。哦，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，就是等到这个案子结束之后呢，你再说也可以。现在首先我希望你能够提供给我这个跟你们签合同的公司叫什么，以及你们所签合同具体的内容。哎，大姐，再见啊！再见。慢走啊！妹子，这次真的幸亏碰到你了，我这官司我就交给他们了。咱俩是老乡，你一定帮我盯着点啊！你放心，他们几个人又勤奋又努力，不用盯也能办好。行，那我就先走了啊！哎，你要是回家，你就拐个弯，你去我家做客啊！一定一定，帮我盯着点啊！慢点啊！行，再见，再见。关律师，这案值多吗？不算多。哦，行吧，虽然案值少，但是也算是给咱们自己积德了。哎，话都被你说了哈。那钱不都是从少开始积攒的吗？我一个月1500也没嫌少呀。哟，财迷又上身了。你要想涨工资，你就跟我说啊。幸福啊，你放心吧，这一次呢，你给我们所里带了一个大案子。啊？哎，什么？你刚才不是说这案子没那么大吗？他一个人的案子呢，看起来是小，但是他背后啊还跟着一大串呢。只要这个案子我们赢了，我们就不愁有更多的农户来委托咱们，到时候积少成多，那就挣大钱了。对。哎，对了，你准备一下啊，过几天去石桥村出差。啊？出什么差啊？就跟上次我跟你妹妹一块儿去你们老家一样啊，去石桥村实地了解一下大家的诉求。哦，那我能做什么呀？你的作用可大了。行，那我这也算是立功了，能不能奖励我生了回家看看孩子？同志们，同意吗？这个别撕了，同意。同意。白哥，你成天说许处长是你叔，我怎么看着许处长根本就不理你呢？谁说的？我叔跟我亲，非得让你看见啊？我弟天天催我，他的事儿到底有没有可能啊？怎么没可能？可能的很。这次省里点名让我们出组汇报，汇报材料昨天让秘书已经送给您了，您看了吧？哦，我看了。其实啊，你没必要给我看，你就按实际情况汇报就行了。
是，可是这么大的事情啊，市长您把一下关，恐怕更稳妥。叔，家里婶子还好吗？走，开门。许处长是你叔吗？不是，这人一当官了啊，就六亲不认。刚才是谁啊？我一亲，也谈不上什么亲戚了，最多算是个老家的远房。工作是你安排的？哎呀，当时啊，有几个保安因为嫌工资少嘛，就走掉了，实在是缺人手嘛，我就帮他们引荐了一下。当然，收不收还是保卫处决定。还是要注意点啊，别让人以为是以权谋私。市长提醒得好，我会注意。哎，秦队啊，晚上如果你没什么事情，就到家里来一趟。我有事跟你说。媳妇儿回来了。下班了。饭给你留着了，你赶紧吃吧。你收拾包干嘛呀？出差。出什么？出差就是公家拿钱让我去办事儿，正好路过咱家，我去看看小豆子。看把你能的，你那干嘛呀？办案子呀，所里谈大案子，还是我帮着接的，关涛让我跟着一块儿去。看把你高兴的，人家把你卖了，你还跟着数钱呢。我又不值个啥钱，人稀的卖我。一个月才给你1500，还让你跟着办案子，人家是把你当驴使唤的。人家坑了你，你还觉得挺美？王庆来，你是被人坑大的吗？人家那是重用我。再说了，我有什么呀？人家没事闲着坑我干嘛？他们就是好欺负农村人呗。你别说城里人，就是那些从农村进城的，一旦有了地位，人一酷，脸就变。你这是说谁呢？还有谁啊？姓支的老丈人呗。什么了不起的呀？成天出来进去拿我当空气似的。我好心好意上去打个招呼，理都不理我，不就是个处长吗？以前拿他当县太爷，现在才知道，在城里根本就不算什么。你说你好好的当保安，你跟人家打啥招呼呀？不能打招呼啊？是辱没他了还是嫌丢人呢？嫌我丢人，把我开了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我这帮忙啊，帮出不是来了。叔叔，对不起。你要是觉得他在您那干不合适，我再想办法给他找其他工作。你要是有那本事，用得着我出马呀？我就麻烦你啊，你跟他说一声，他是他，我是我，我们之间没有关系啊，别再跟我添麻烦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的。你也知道，你和雅妮的事，你阿姨一直是不同意的啊。是我在维护你们，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我看好你，觉得你有出息啊，雅妮跟着你会有幸福。如果你辜负我，那我在你阿姨面前也会很尴尬。我明白，叔叔，明白。组织部门
找你谈话了吧？啊，他们跟我说，让我去给相府市长当秘书。这是你人生最关键的一步。人这一辈子啊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有那么几个拐点、转折啊，只要你选择对了，那前途无限。你上任之前，我还得有个警告。那省行的孙行长被立案调查了，你知道吧？听说了。秘书和司机一起。所以说啊，秘书也是高风险职业，干好了升迁提拔那是捷径，干不好立马身败名裂。相府市长年轻有能力，我个人看好他的发展。你能跟上这么一个好领导，是你的福气，啊，好自为之。叔叔您放心吧，违法乱纪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干的。也许你人生残破，也许失望让你沉默，还要勇敢地走，继续倔强的活。谁能阻止你用力去生活？也许理想已斑驳，也许命运略显坎坷，还要勇敢地走，继续坚强地活。谁能阻止幸福开出花朵？就算命运注定曲折，我绝不退缩，跌碎的梦再一次的重生。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，不离深渊，怎知地之厚？别人说用全力拼搏，就算命运注定曲折，我绝不退缩，跌碎的梦再一次的重生。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。